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宁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好久不见啊！大概呢有3个多月的时间呢，我没有更新视频了，然后呢也有半年的时间呢，我没有继续做有关于 ChatGPT 的视频了，真的是让大家久等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私人事情，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也跟大家继续带来一个关于 ChatGPT 的视频，它是关于 ChatGPT 4的。那么呢，观看这个视频之后呢，相信大家也会有更充足的理由想去购买 ChatGPT 4，也会明白为什么 ChatGPT 4会如此火爆。这个呢是我在 CSDN 里面找的一篇我觉得写得很好的文章，作者是一枚小纽扣。相信大家如果经常使用 ChatGPT 的话，大概会知道 OpenAI 于去年年底推出了 GPT-4 Turbo。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呢 ，OpenAI 呢一直在给 GPT-4 Turbo 升级。那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 OpenAI 在4月份的时候宣布 GPT-4 Turbo 全面升级。GPT-4 Turbo 新增视觉理解能力，可同时处理文本和图像信息。那这篇文章也写到 ，OpenAI 宣布 GPT-4 Turbo 全面升级。GPT-4 Turbo Vision 新增视觉理解能力，可同时处理文本和图像信息，极大简化了开发流程。OpenAI 宣布 GPT-4 Turbo 全面升级。根据官方说法，这一波 GPT 的升级包括更长的上下文长度 128K 相当于300页文本，更高的智能程度，更好的 JSON 函数调用，更高的速度，每分钟2倍 token。 支持更新，目前的截止日期为2023年4月。定制化 GPT-3 16K GPT-4 微调定制模型服务，多模态 DALL-E3 GPT-4V 和 TTS 模型现在已经在 API 中。 Whisper V3 开源，这个是一个即将推出的 API， 与开发者分享收益的 Agent 商店。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惊喜的是 GPT-4 Turbo 的价格约是 GPT-4 的3%。在 OpenAI 在4月10号发布的推特中说到，一款具有视觉处理能力的最新 GPT-4 Turbo 模型 GPT-4 Turbo with Vision 已通过 OpenAI API 正式上线。虽然 GPT-4 Turbo 发布已久，但一直以预览版的方式提供。和其他 GPT-4 Turbo 预览版一样， GPT-4 Turbo 支持 128K 上下文窗口，可以在单个 prompt 中处理超过300页的文本。模型训练的数据截止日期为2023年12月。更长的上下文意味着模型输出结果更加准确。发布会呢一开完，人们呢就蜂拥而入，开始尝试。GPT-4 Turbo 的体验果然不同凡响。首先呢是更快了，快到和以前所有的大模型都拉开了代差。这个是一个 GPT-4 Turbo 的界面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是功能多，画画的时候你一有灵感就可以直接说话，让 AI 负责实现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博主提到的。还有一个博主呢就提到，设计个 UI 几个小时的工作变成几分钟，这个就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。我直接不装了，截个图复制粘贴别人的网站，生成自己的，只用时40秒。利用 ChatGPT 与 Bing 的浏览功能以及 DALL-E3 的图像生成集成，沃顿商学院教授 Anton Mok 分享了一段视频，展示他的名为趋势分析器的 GPT 工具，可以查找市场特定的细分市场趋势，然后创建新产品的原型图像。Okta AI 首席执行官 Matt Topologia GPT 会自动应用提示来转换用户上传的个人资料照片，生成辛普森一家的风格。做这个小应用只用时不到10分钟。GPT-4 Turbo 具有创纪录的准确率，在 PYLLM 基准上 GPT-4 Turbo 的准确率是 87%， 而 GPT-4 的准确率是 52%， 这是在速度几乎快了4倍多的情况下，也就是在每秒48 token 的情况下实现的。至此，生成 AI 的竞争似乎进入到了新的阶段。很多人认为，当竞争对手们依然追求更快、能力更强的大模型时， OpenAI 其实早已经把所有的方向都试了一遍。这一波更新会让一大批创新公司
做股。在新模型发布的24小时内，就有研究者在 Adele 上进行了 AI 生成代码能力的测试。那么在 GPT-4 1106 Pro-V 的模型上，仅使用 Deferred 编辑方法对 GPT-4 模型进行基准测试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新出的 GPT-4 1106 Pro-V 模型似乎比早期的 GPT-4 模型快得多。第一次尝试时，似乎更能生成正确的代码，能正确完成 57% 的练习。以前的模型在第一次尝试时只能正确完成 46% 到 47% 的练习。在通过检查测试套件错误输出获得第二次纠正错误的机会后，新模型的表现约等于 66%， 似乎与旧模型 63% 和 64% 相似。接下来是使用 Wallow 和 Deferred 编辑格式对 GPT 3.5 模型进行基准测试，结果表明，在一个没有 GPT 3.5 模型能够有效地使用 Deferred 编辑格式，包括最新的11月出现的新模型，简称1106。下面是一些 Wallow 编辑格式结果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的结果，首次尝试后的成功率为 42%， 与之前的6月0613型号相当。1106模型和0613模型都比原来的0301第一次尝试结果更差，为 50%。新模型在第二次尝试后的成功率为 56%， 似乎与3月份的模型相当，但比6月份的模型要好一些。6月份的模型得分为50分。这项测试它是如何进行的呢？具体而言，研究者让 Adele 尝试完成133个 exam pattern 编码练习，对于每个练习 Xservice 都提供了一个起始的 pattern 文件，文件包含所有要解决的问题的自然语言描述，以及用于评估编码器是否正确解决问题的测试套件。基准测试分为2步。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， Adele 向 GPT 提供要编辑的专代码文件以及描述问题的自然语言命令，这些指令反映了用户如何使用 Adele 进行编码。用户将源代码文件添加到聊天中并请求更改，这些更改会被自动应用。如果测试套件在第一次尝试后失败， Adele 会测试错误输出提供给 GPT， 要求其修复代码。Adele 的这种交互方式非常便捷。如果用户使用 run pytest 之类的命令运行 pytest， 并在与 GPT 的聊天中共享结果，然后就有了上述的结果。至于 AIDL， 对于那些不了解的小伙伴，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。AIDL 是一个命令行工具，可以让用户将程序与 GPT 3.5 和 GPT 4配对，以编辑本地 GIF 存储中的存储代码。用户既可以启动新项目，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存储库。AIDL 能够确保 GPT 中的编辑内容通过合理的提交消息提交到 Git。AIDL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很好的与现有的更大的代码库配合使用。这个是一个展示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简单的总结就是，借助这个工具呢，用户可以使用 OpenAI 的 GPT 编写和编辑代码，轻松地进行 Git content diff 和撤销 GPT 提出的更改，而无需复制粘贴。它还具有帮助 GPT-4 理解和修改更大代码库的功能。为了达到上述功能， AIDL 需要更准确地识别到 GPT 何时想要编辑用户源代码，还需要确定 GPT 想要修改哪些文件，对 GPT 做出的修改行为准确的应用。然而，做好这项代码编辑任务并不简单，需要功能较强的 LLM、准确的提示以及 LLM 交互的良好工具。操作过程中，当有修改发生时， AIDL 会依靠代码编辑基准 Code Benchmark 来定量评估修改后的性能。例如，当用户更改 AIDL 的提示或驱动 LLM 对话的后端时，可以通过运行基准测试以确定这些更改产生多少改进。此外，还有人使用GPT-4 Chatbot 简单和其他模型对比了一下美国高考 SAT 的成绩。
可以看到 GPT-4 Chatbot 的成绩跟 GPT-4 差不多，同样看起来聪明的程度没有拉开代差，甚至呢还有退步。不过呢，需要跟大家指出的是，实验的样本数量很小。综上所述， GPT-4 Chatbot 的这一波更新，更重要的是完善了功能，增加了速度，准确性是否提高还仍然存疑。这或许与整个大模型行业目前的潮流一致，重视优化，面向应用，业务落地速度慢的公司就要小心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在这次的开发者日志的发布内容来看， OpenAI 也是一个极度追求前沿技术的创新公司，变得开始关注其用户体验和生态构建，更像大型科技公司了。再次颠覆 AI 领域的 GPT-5， 我们还得等一等。此次发布的 GPT-4 Chatbot 正式版最大的革新之处在于其新增的视觉理解能力，且视觉请求支持 JSON 格式和函数调用方式。开发者在现在可以通过文本格式 JSON 和函数调用来运用模型的视觉识别和分析功能。生成的 JSON 代码片段可以用于自动化连接应用中的操作，如发邮件、发帖、购物等。OpenAI 建议在执行这类操作前，先设置用户确认流程。那么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流程图。价格方面，本次发布的 GPT-4 Chatbot 正式版和之前的 GPT-4 Chatbot 预览版保持一致，输入$10 10万 tokens， 输出$30 100万 tokens， 最低 0.00085。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，在过去开发者需要调用不同的模型来处理文本和图像信息，而 GPT-4 Chatbot with Whisper 加二者合二为一，极大的简化了开发流程，同时可以分析图像和文本并用推理。OpenAI 还重点介绍了用户在使用 GPT-4 Chatbot with Whisper 的几个案例，如 Connexon 的 AI 编程助手 Dwin 由 GPT-4 Chatbot 提供支持，利用视觉功能来执行各种编程任务。目前 GPT-4 Chatbot with Whisper 尚未应用于 ChatGPT 或开放给大众使用，不过 OpenAI 暗示这个功能将登陆 ChatGPT。 从网友的评价来看，有网友对于将视觉理解能力融入 API 表示赞赏，认为 API 中有了视觉识别功能，感觉很酷。当然也有网友在推文中用了 MyJoy Improve 显著改善这一词表达了质疑，让 OpenAI 好好解释一下什么是显著改善。也有网友称下一条推文发布和 GPT-5 相关的内容，否则就不要发了。当然也有网友的评价里少不了和 Claude 3比较，有网友称现在可以看看能不能打败 Claude 3 Opus。 好的，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全部内容了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点个赞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